哎，咱们就要说点真话啊，说点别人不爱说的话啊，甚至有些王八蛋玩意儿啊，这个不想让我说啊，说什么啊，某些人有什么活佛保佑，把屁啊，咱们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啊。首先我们说一下那个啊，什么李连杰呀、倪萍呀、洪金宝啊，最近热炒说他们忽然都变得特别年轻了啊，而且特别明显。而且这个舆论焦点也很重啊，很重之后呢，他们纷纷跑出来辟谣啊，有的是光着个膀子打拳呀，啊游泳啊，就是给大家意思我们没有伤口，总之，但是人民群众不能接受。从憔悴无神到打拳跳舞的李连杰，然后是坐着轮椅到生龙活虎的洪金宝，再是走不了路到轻松爬庐山的倪萍，又有了98岁李嘉诚站直了打高尔夫球。关于明星大腕们的集体回春，网上各种猜测、谣言，甚至妖言泛滥成灾。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得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就是，换器官的可能性不大，啊，换器官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换了器官之后啊，它都有一个适应期，它不会那么快就变得，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会的啊。比如说，但凡大家稍微有点家庭经验、实际经验都知道，你换肝也好，换心也好啊，这种大的部件换了，一你身上有大的伤口，第二呢，即使穿什么胶衣把伤口遮住，你这个排异你顶不住啊，不会变得那么年轻，那么快就康复了。你但凡家里边有过器官移植的经验，你都知道他妈的没有个半年一载的都缓不过来。大家知道，所以他们前一段时间还都老眉可眨眼的吹老椅，怎么几个月就缓过来了？那换器官目前呢没有这么先进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怎么回事呢？啊，有很多人就给我写信爆料，是刷新我的三观啊，刷新我的三观，是他妈的真的是啊，六道轮回都不会放过这些人的。如果要是他们干了这种事儿的话啊，真的是，还是就是他妈的刷新人的底线啊！就是说换器官，我都觉得够没底线的了。你嘎了腰子够没底线的，这个比嘎腰子还厉害。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换血贴边不是换血啊，现在已经不是换血了，换血那是江主席啊，江哥时代啊那个高科技，现在啊是怎么回事呢？啊，这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因为这个黑产我们也不会有证据的。我们教友给我们来信提到的，今天我也是人生刷新第一次啊！之前我知道啊，因为我们生大小姐的时候，当时在北京生的，当时就留这个干细胞的事儿啊，就知道干细胞的事儿。但是呢，干细胞虽然十几年以前就有干细胞移植、干细胞自体或者干细胞外源性的这种注射啊，以美容养颜治帕金森症，这都是有的。但是呢，那个科技呢不成熟啊，而且排异性很高，异体的排异性很高，容易造成各种血癌啊或者脊髓癌啊，所以干细胞是不安全的。十几年前，没想到呢，就是这十几年下来呢，科技进步的这么快啊，这个产业呢就成熟了。成熟了之后呢，世界各地，尤其是以日本、瑞士为首的，它乌克兰啊，就是前苏联，它在干细胞异体治疗的领域呢，他们是一枝独秀、遥遥领先的。那么他们在最近这十几年呢，就被中国超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生物科技的这种高速发展，中国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什么优势呢？就是样本多。什么叫样本多呢？就是人矿多。你要是在日本弄点干细胞啊，又有法律管着你，又有供体的人数限制，你拿不到。但是你在中国呢，我操，海量的人矿资源，所以干细胞要什么样有什么样的。所以现在就有一个新的产业链，就是把贫困地区的啊、边远地区的小女孩和育龄妇女拐卖人口贩运到缅甸呀、杜拜呀这种法外之地，柬埔寨的公务员法外之地干什么呢？就是把他们弄怀孕了啊，以各种手段让他们迅速怀孕。怀孕之后呢，大家知道这个胎儿的干细胞是活性最强的，不是成人的啊，成年人或者甚至小孩没有用，因为这个人一旦离了娘胎之后，他这个干细胞就没有那么好的活性了。胎儿和胎盘
啊。过去我们是生了小孩这个胎盘里边那个血就是里边富含干细胞，他们现在更进一步，直接从胎儿身上拿干细胞。因为它这个数量极其庞大，所以呢，它什么血型、什么那个配型都能找得着，然后用这种人矿把这些女孩就捐在那种地方，就是不停的怀孕流产、怀孕流产、怀孕流产，拿胎儿出来之后就做人工流产、强制流产，做这个干细胞提取，然后所谓的换血注入到血液里面，注入到身体里面据说几个星期就焕然一新几个月下来，这人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各种原来的这个器官的伤害或者旧的这些疾病都会被只要配型配得准都会被新的功能替代尤其是美容养颜迅速的没有褶皱、没有色素、没有色斑这也跟迅速的获得肌肉的行动能力尤其是肌肉萎缩什么的，这个老年这个神经这种不正常的这种明显的改善这也跟目前我们看到的冰山一角，因为不光是这几个演员不光是演员，我们能看到演员是因为每个人都熟悉他们，权力巅峰的人他换得更快我们就把它命名为权贵吧。所以这也跟我们知道的这些权贵的表现很匹配，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极度的黑色产业，我们不知道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这些黑产的这些丧良心的王八蛋玩意儿们走到哪一步了但是这种消息传到我的信箱里，我他妈的五内俱焚我宁可相信我是傻逼，我被骗了我都不相信，我不愿意承认这个人类能干出这个事儿来什么鸡巴的什么肾上腺素红跟这比都嫩了所以这太坏了。怎么我就记得当年姚明什么刘翔出道的时候，中国开始经济往上走的时候当时姚明做什么世界气候大使世界环保大使，经常在中央电视台做一个广告，公益性的，就是没有杀戮没有交易就没有杀戮就是什么演出一个大鲨鱼，就是那个鱼翅不让大家吃鱼翅，说没有交易就没有杀戮大家不要吃鱼翅了，杀死太多的鲨鱼了，只取鱼翅，然后鲨鱼整个杀。我操，咱们对鲨鱼都这么在乎，怎么对人就不在乎了呢？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不能接受我通过我这个平台现在影响力挺大，我要呼吁出去，相关的组织、相关的部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呼吁相关组织、相关部门中国共产党，你们能管得住他们？你们管，你们要管不住，你们下来让我们管试试好吗？这个东西是要管的这个东西要管的，这不要说你活到150岁，你不能活到150岁，你这么着活到150岁，你是伤天害理的人类有史以来，有哺乳动物以来有这个行星以来就没有这样的罪恶，没有这样的罪恶，你就弱肉强食也没有这样的罪恶的。这个没有买卖，没有伤害，你这他妈的不是鲨鱼这是人所以这个这东西怎么能我操我在此呼吁所有的这些名人大家或者权贵们，大家要直面自己的衰老和死亡，因为这是规律。任何想逆反规律的人都会受到他妈的渡劫的惩罚的，你们也没他妈的什么三头六臂，你们过不去的你这一定会有一定会有报应的。你这个报应不报你身上，报到你后代身上，你不能干这个事儿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么干的，但是目前的表现看起来很像这个迹象所以你是反贼吗？跟我们是人呐，我们是不是反贼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就叫反贼这个观众就是最近新来了很多傻逼什么叫反贼你他妈逼说的是人话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 Chinese 我们是热爱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人民，这跟反不反贼没有关系谁在上面当政你都要管这个东西，谁在上面当领导你都要查这个东西，这东西是绝对不能把这个东西放到中国人的身上是绝对不可以的任何人的身上都不可以，任何动物身上都不可以干这个事情所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啊，就是弄他妈的伤天害理这个对我打过干细胞是提炼我自己，对，那叫自体干细胞。自体干细胞呢，这个伦理上没有任何问题自体干细胞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自体干细胞呢，因为它很慢，而且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在培养这种干细胞，你的狭窄度很高，就是应用不是那么广谱。所以呢，就是从胎儿身上，但是胎儿大家知道，就跟器官移植一样，它有排异，所以就要选那个对型的。那这个时候中国的优势就出来了，因为中国人他那个人口基数大，所以动不动呢，就是比如说1/1000的概率那你在西方几乎发达国家基本上就没戏了。但是1/1000，你在中国，你人矿多呀，那么他动不动就来100万样本，那就是能迅速给你找到100个供体。因为这现在也不停的什么就把抽血呀，什么验血上学的时候验血，大家都要打12万分精神这么多年轻人孩子丢了失踪了，这么多摄像头找不着，大家一定要学会自保也同时要学会自保，同时要学会警惕如果身边真的有这样的资源或者这样的信息也欢迎向我提供我们通过各种平台向其他的这个有影响力的这些正义人士提供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这个东西正好必须要停止的没什么好说的这就很可怕了，这个东西这是把地狱地狱拉上来了，而且地狱在这儿以后觉得自己是幼儿园小班你们的行为让地狱这些恶鬼都觉得他妈是小班这不能这么干的，这个是唯利是图的社会产生的恶之果唯利是图的社会同时又没有信仰对你不是说这现在这波的权贵，我都他妈的挺服他们的，完全没有下限，我操他妈的，他什么他都敢试什么事儿都敢干，没有下限，只是那个就是他妈的无文化，无能力，无道德，是无底线甚至是五无第五无是啥来着？我自己总结的嘛，五无人员现在都是五无人员这没办法，